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雷神3诸神黄昏。我是索尔奥丁森，我现在假装慌的一撇。自从奥创纪元过后，索尔就到宇宙中寻找无限宝石的下落，但他现在还没有宝石的下落。索尔假装被苏尔特尔活捉。苏尔特尔是9界之一穆斯贝尔海姆的统治者，曾经他为了破坏仙宫与奥丁大战，索尔曾经在幻境中就出现过遇见无限宝石的情况。这一次他来到此地，就是为了自己不久前遇见的诸神黄昏。阿斯加德被彻底毁灭，我们等一等索尔转过来。好了，苏尔特尔也告诉了他，他的皇冠与永恒之火接触后，就会让他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，这样他的目光之剑就可以摧毁阿斯加德。我们再等一下索尔转过来。当他的皇冠与阿斯加德藏宝阁中的地狱之火接触时，阿斯加德将不复存在。他也告诉索尔，奥丁并没有在阿斯加德。了解到想知道的后，索尔为了阻止诸神黄昏与苏尔特尔展开的激烈战斗，小弟们全军出动。索尔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秒了前来迎战的小兵，又是一招小旋风抵住了苏尔特尔的火焰攻击。一套近战过后，跳起来就是一锤，完成单杀。他背上皇冠联系海姆达尔，但阿斯加德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海姆达尔被阿斯加德驱逐，索尔压住了巨龙，呼唤传送桥。看门的听到呼唤，也将守护之剑插入底座，开启彩虹桥。索尔带着龙头回到了仙宫。新看门史克奇告诉他，奥丁对海姆达尔下了逮捕令，海姆达尔也因此失踪了。索尔飞回了仙宫，洛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信仰。马特饰演的洛基震惊了全宇宙，他胖若两人的演技引起了所有人的掌声。奥丁看到索尔回归，显然有些吃惊。他们将索尔特尔皇冠放进了藏宝室，但索尔的火眼金睛已经看穿了一切，眼前这个父亲显然不是本人。苗苗锤警告下，洛基现出了真身。小鸡鸡气得直叉腰。自从他化成奥丁之后，享受了许多贵族生活，他把老爹藏了起来。调皮的洛基被哥哥吓得连连后退。他们来到了地球，养老院也被拆得只剩下废墟，两兄弟都懵逼了。再次见到复活的弟弟，索尔又是一堆心疼加气愤的话。粉丝合影后，洛基就开始了自由落体。索尔也找到了纸条上的地址，他来到了纽约圣殿。守护地球的博士计划了这场见面，多动症的索尔让博士有点尴尬。博士问他为什么带洛基来到地球，拿着自动续杯的啤酒。索尔告诉博士他们在找奥丁。博士告诉他，奥丁是自己失踪的，他不想被打扰，但他现在在挪威。博士薅了一根索尔的本体后，开始施法开启传送门，收回了自己的伞，要回了自由落体30分钟的洛基。洛基还没有发泄就被丢到了挪威。看着倒在地上的弟弟，索尔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父亲，一家人也终于聚在了一起。洛基当初的魔法连老爹都觉得惊叹。奥丁告诉他们，诸神黄昏已经到来，你们的姐姐要来了。奥丁真正的第一个孩子，死亡女神海拉。野心膨胀的海拉无法控制，奥丁只好把她囚禁了起来。海拉的力量来源仙宫，到了仙宫，她将无人能挡。爸爸告诉孩子们自己的爱，指了指远处的家，就飘向了大海。父亲离开了，索尔的情绪也非常不稳定。看见天都阴了，弟弟显然是怕了哥哥。海拉也因为奥丁的死解脱了封印，哥俩摇身一变，共同抵御外敌。海拉走出了封印，看着自己的弟弟们，让他们跪在新女王面前。洛基就不服了呀，什么时候轮到我给别人下跪了？索尔一锤过去，被单手接下。正在惊讶时，锤子被姐姐捏爆，成了碎渣。见势不妙的洛基呼唤了彩虹桥，海拉也紧跟在后面。他把洛基打出了轨道，索尔也相继被打了出去。他走进了仙宫，感受到了力量，杀死了索尔的弟兄们。史基克也成了走狗，他的统治终于到来了。面对所有仙宫战士的围攻，海拉想要嘴遁说服他们，然而这招并不是海拉的强项。他开始了一个人的屠杀，在海拉面前，他们只不过是人多罢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干掉了所有战士。索尔也脱离了轨道，来到了萨卡星球，一个野蛮又没有规章制度的星球。初来乍到的索尔被一群拾荒者们欺负，瓦尔基里华丽登场，他搞死了所有拾荒者，给索尔戴上了电疗仪，电晕了雷神。擦玻璃的索尔醒来后想威胁瓦尔基里，又被电晕。索尔被带到了传销之椅上，听着萨卡的历史和主人高天尊的各种好话。高天尊作为宇宙元老会的成员和收藏家也是兄弟俩，他们都拥有无限的寿命。瓦尔基里把他们抓给高天尊，就是为了他的冠军之战。高天尊给索尔演示了手刃表弟的操作。他一边打碟一边介绍自己。索尔看到了洛基，在哪儿都吃香的洛基早就有了一堆信徒。
他因为脱轨，早几个星期就来到了萨卡。洛基假装不认识哥哥，他才刚刚和高天尊成了朋友。索尔为了回到阿斯加德，只好参加了冠军之战。在备战室里，他认识了导演科格。他告诉索尔，对手的实力强得可怕，参加冠军之战的人都死了。海拉也杀到了宫殿里，揭露了尘封已久的往事。他是喵喵锤的第一继承人，与奥丁征战多年，征服了世界。但奥丁渴望和平，所以囚禁了海拉和他的野心。无限手套也被发现是赝品，除了空间宝石全都是假的，但永恒之火才是他最需要的。海拉80-80地砸烂了地板，跳下了地牢。看着自己的战友们，他利用永恒之火复苏了所有战士，包括芬里斯巨狼。索尔向父亲祈求着，弟弟利用幻术来看望哥哥。为了确认洛基没有骗自己，索尔一直在砸弟弟。洛基想拉拢哥哥一起投靠高天尊，他认为他们哥俩根本打不过海拉，不如就此潇洒过一生。索尔认为弟弟的调皮促成了奥丁的死，最后弟弟还告诉哥哥，冠军战士很强的，你要小心哦。说完离开了备战室。索尔也在为战斗挑选着武器，他想念自己的喵喵锤，当他轮得快的时候，就能骑着锤子飞来飞去，锤子还能脱他的衣服。当然，这是科哥眼里的喵喵锤。索尔听说瓦尔基里同样来自阿斯加德，他看到了他手臂上的女武神标识。索尔从小就渴望当女武神，可惜他是个男的。他希望女武神瓦尔基里能够帮助他拯救阿斯加德。还没说完，就被拉到了神秘白发老人的发廊。看着老人的剪刀，索尔第一次求人。冠军之战也正式开始，索尔变成了短发，走进决斗场。传说中的冠军战士也马上登场。洛基贼开心，浩克登场，索尔贼开心，洛基贼怕怕。浩克的迷妹们全场欢呼。索尔对老战友叙旧，说着自己的悲惨经历，还介绍了活着的洛基。洛基吓得脸都白了。看到迷妹们的支持，浩克决定战斗到底，他杀向了索尔。索尔被浩克惹怒，一锤敲飞了他。模仿娜塔莎太阳下山呼唤术，想要唤醒班纳，可浩克是钢铁直男，抓起索尔的脚就是一顿动次打次，打得洛基是贼开心。呼唤2次班纳无果，索尔决定把班纳打出来。面对索尔，浩克越战越勇，几拳下去就让索尔见到了奥丁，唤醒了雷神之力。一个雷神之拳把浩克打得不要不要的。觉醒的索尔战斗力爆炸，正面硬刚都不输浩克。眼见浩克就要输了，高天尊电晕了索尔，浩克一招飞天大操结束了战斗。阿斯加德正陷入海拉的统治之下，他们为了统治9界，前去拿走守护之剑，结果丢了，因此他们也无法开启彩虹桥。逃走的人民正在被死亡士兵追捕。海姆达尔救下了他们，他手握守护之剑，拼尽全力守护阿斯加德。指纹解锁后，大门打开，幸存的人民全都被他带到了藏身之地。索尔也醒了过来，光着身子溜达半天，穿上了战衣。他看着正在泡澡的浩克，两人也宣布停战。自从他离开了地球后，就坐着昆氏战机飞到了萨卡。浩克的绿鸟让索尔挥之不去。看着停在垃圾堆的战机，索尔仿佛找到了回家的办法。他请求组队浩克一起阻止诸神黄昏，条件是带他回地球。经历了之前的战斗，浩克认为地球讨厌他，他也不想回到地球。浩克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，他讨厌班纳，每次都让他出来收拾残局，还落了个不好的名声。劝不了浩克，索尔呼唤了海姆达尔。海姆达尔利用自己的眼睛让索尔看到了一切。阿斯加德残破不堪，人民也得不到安宁的生活。海拉一天比一天强大，他们已经快抵挡不住了。他告诉索尔，穿过最大的传送门就可以回到阿斯加德。伤心的索尔吵醒了浩克，幼稚的浩克和幼稚的索尔吵了起来。索尔提到地球人讨厌他，浩克也突然生气。傲娇的浩克不想听。索尔对他道了歉，请求他的帮助。浩克帮助索尔留下了女武神。索尔告诉了女武神一切，还有海拉的到来。女武神显然对海拉有心理阴影，不想回去。对话间，索尔也抢下了遥控器。拆下杨永信电疗仪后，索尔决定自己去阻止一切，拿来了浩克的小球球，准备开溜。重来一次啊！索尔决定开溜，他跳出了大楼去寻找昆氏战机。最强复仇者语音激活，战机无效，利用托尼给自己起的外号唤醒了战机。浩克为了留下索尔，快要把飞机摧毁了。索尔乱点播放了娜塔莎最后的留言，隐藏已久的班纳认出了娜塔莎的脸，浩克也逐渐退却。班纳的记忆还停留在索科维亚。这2年，他一直都是浩克的身份存在。最强复仇者激活战机后，放出了最后的影像。萨卡也全面通缉索尔，穿上了托尼的衣服，2个人准备找机会开溜。太阳下山，安抚着班纳。洛基和女武神也奉命抓捕索尔。
洛基怀疑女武神帮助了索尔，战斗中还发现她是女武神。他看到了女武神的记忆，为了阻止海拉，女武神全部丧命，战友帮他挡下了致命一击，救下了他。索尔还在太阳下山洗脑着班纳，班纳感觉这次他和浩克的关系不一般了。他认为浩克如果再次现身，自己就再也变不回班纳了。傲娇的班纳认为索尔不关心他，只是想让浩克帮忙。班纳化身浩克2年的时间，让班纳变得有些不大正常了。逃跑的路上也被女武神带走。女武神想开了一切，决定阻止诸神黄昏。他和班纳也互相眼熟，强制拉了洛基入伙。索尔也确认是弟弟本人没错了，穿过恶魔屁股眼就必须要有载具，而洛基就有办法，解放了科哥一伙人，拉他们组队。兄弟俩也前去偷走高天尊的私人飞机，并肩合作的锤击是无敌的。电梯里，索尔对弟弟也是不计前嫌，希望洛基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因为他们是唯一的亲人。洛基的眼神也看出了他这次真的把哥哥当成了家人。救命过后，他们来到了机库，想搞恶作剧的洛基被索尔看穿。终于，索尔不再头脑简单，原来之前那些都是头发限制了他的智商啊！电疗了洛基后，他开走了飞机，遥控器也留给了弟弟。3人一路杀出了追击。女武神的实力果然名不虚传，和索尔2人拆了所有的飞机。班纳的烟花也让他们穿过了恶魔屁股眼。科哥也意外解除了电疗，让洛基成为了他们新的首领。索尔回到了阿斯加德，这里已经不再辉煌。隐藏起来的海姆达尔一伙人也被发现，提前看到一切的海姆达尔带走了所有人。海拉回到了宫殿，见到索尔，2人也终于展开决战，但他根本打不过姐姐，因此丢了一只眼睛。海姆达尔想要依靠彩虹桥救走所有人民，但史吉克带人堵住了他们。前有吉克，后有狼，女武神也拿巨狼没有办法。班纳只好选择当这个救世主，想让女武神知道自己到底是谁。他一跃而下，声音好听就是好瞧，不负班纳望。浩克出现，干飞了巨狼，被打败的索尔亲眼看着自己的人民惨遭毒手。就在这时，救世主洛基闪亮登场，这他妈也太帅了！洛基永远为了阿斯加德战斗。看到弟弟的索尔笑了，海拉也让他看到了父亲。索尔跪在地上，父亲告诉他：“你又不是锤子神，没了他，你一样是雷神。”阿斯加德也并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人民。父亲最后告诉儿子：“你比我强大，孩子。”感悟一切的索尔雷神之力彻底觉醒。BGM 响起，弟弟也笑了。真正的雷神杀进战场，小垃圾们被电成了傻瓜。浩克再次干翻巨狼，洛基也秀起了操作。2兄弟开挂屠杀，敌人根本挡不住啊！浩克也证明了自己才是最强的存在。阿斯加德巨头终于聚齐，海拉的强大让他们无法应对。索尔告诉弟弟，拿上皇冠放进永恒之火，只有索尔特尔才能阻止海拉。老弟也是膜拜了哥哥的计划，他杀向海拉拖延时间，弟弟也立刻启程，还顺走了宇宙魔方。人民也成功登上战舰，面对海拉的阻止，史克吉也当了一回男人，为了阿斯加德战死，我给足你戏份。他双持步枪杀向海拉，人民也成功逃脱。史克吉虽死犹荣，弟弟没有辜负哥哥，解放了索尔特尔。索尔特尔摧毁阿斯加德，等于摧毁海拉。拥有永恒之火的索尔特尔无人能挡。浩克爬上了桥，杀向了索尔特尔。这浩克是他妈真猛啊！索尔阻止了他，他们回到了飞船上。海拉与索尔特尔也展开了最强决战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索尔特尔一剑摧毁了阿斯加德和海拉。索尔在飞船上看着一切。科哥奶了一口阿斯加德，也是彻底化为灰烬。但人民已经安全了，失血家园也只是为了新的归宿。没看复联3之前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干你的罗素兄弟！弟弟这次是彻底陪在了哥哥身边。国王哥哥带着国王弟弟决定启程前往地球。片尾里，洛基和哥哥掏心窝子聊着天，但灭霸的战舰已经杀来。其实复联3根本没有上映，这一部就是兄弟俩的旅程终点。你们都是被外星人抹去了记忆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订阅关注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黑豹不见不散。Now which one's the ship she told us to get?